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大叔，今天给大家带来 JD 平台的轻版动作游戏《快打旋风》敌将版。几个人物里边，我选择了毒药。可选角色里边，毒药应该说是最弱的一个。但是游戏当中，一旦出现女性角色，我的摇杆就坏了呀，自动锁定。了解一部分《快打旋风》游戏背景的小伙伴可能会说：“大叔啊。”毒药好像是女装大佬呀。其实这是由于当年在游戏发行的部分地区不允许在游戏当中出现殴打女性的场景，所以说没办法把毒药的性别稍微改了一下。这也是一笔算不明白的糊涂账。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毒药在街头霸王系列里边是一个什么设定，而且根据快打旋风后续的剧情，在初代结束之后，毒药和柯迪之间还产生了一些情感上的纠葛。有小伙伴可能会奇怪，大叔怎么你开场就是打的第2关？这个改版不只是可以选择几个敌方的人物，而且它调整了关卡的顺序。毒药这个角色唯一的优势是它的移动速度比较快，然后就没了，其他方面都是短板，包括它的平 A 性能非常的弱，比很多敌方的平 A 距离要短。第二，毒药不能抓对手，不能投掷敌人，这一点其实非常的致命。其实当年的2D 轻版动作游戏，很多的战术都会围绕贴近对手就会抓取敌人这一基本设定展开的，但是现在毒药没有办法抓人，所以说咱们只能采用平 A， 还有跳跃攻击来和敌人进行周旋，对玩家的走位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个改版里边加入了一个炸弹，咱们现在有3发，释放之后人物会进入短暂的无敌，并且会对敌方进行一个 AOE 的攻击。这一招我感觉有一点像三国志2的改版，三剑圣里边加入了放火，同样的爆炸在过关之后也会恢复。刚才毒药翻这2下就是 AB， 它的 AB 持续时间非常长，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使用完之后会有一个硬直，非常容易挨打。捡到地面加分的道具，人物也进入了一个短暂的无敌。很多的设定和原版还是有区别。主要的平 A 就是腿，正好我是比较喜欢玩腿的，这里好多的回血道具，所以我就频繁的使用 AB 了。AB 的攻击力其实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消耗的血量比较少。在游戏的后期，面对大部分敌人的时候，咱们有2种处理方式，其中一种是快速的带动卷轴，因为毒药的移动速度比常规的3人组要快，咱们可以把敌方带出屏幕，直接就带没了。另外就是可以不断的利用 AB。这里要打本关的 BOSS 速度姆，我刚刚是释放了一个炸弹。大家想一下，咱们不能抓人，
只依靠 AB 还有跳跃攻击打这个 BOSS 的难度。和他站位就是站 Y 轴。苏杜姆超级的肉啊！平 A 打他掉的血非常少，包括 AB 对他都不能造成很高的伤害。一般来说，苏杜姆这个 BOSS 比较符合卡普空一贯的轻版动作游戏设计思路，在第2关的 BOSS 位置给你安排一个新人杀手。让玩家比较轻松的度过第1关之后，在第2关马上就受到当头棒喝，投币就完事儿了。他终于只剩下最后一格血了，大家看我对他的攻击造成的伤害，简直就是刮痧。而且我的血量不多了。其实这个改版如果能够加入可以抓取敌人的设定就好，主要是不能捡取道具的。咱们捡地上的剑，拿起来之后就会自动飞出去。毕竟是修改的人物，不能使用道具也能够理解。你需要绘制贴图，需要改内部的代码，需要设定使用武器时候的攻击判定，听着就麻烦呀。他的血量终于是不多了，但是我的血量也见底儿了。我现在的资源还剩2发炸弹。真的是不空血就不会玩啊！用炸弹混了一个无敌，终于是把他带走了。苏杜姆这个家伙在后来的街霸系列里边也有登场。这个地方终于是见到了大家比较熟悉的场景。快打旋风的第1关，我感觉第1关的小兵都比第2关要脆，起码我的平 A 2套左右就能够带走。回血的道具留着。下边那个回血道具没有捡到，毒药人没进来，腿先进来了。这个腿用的就是游戏原本毒药的攻击贴图。是一个平踢，如果他踢得高一点就好。我喜欢看高抬腿啊，最好是能够1字马。这个回血道具我带不过去了。刚才我跳跃攻击这一下真的非常冒险。这里我提醒大家一下，看视频的时候可以戴耳机或者音量开得小一点，因为毒药的音效方面实在是容易令人误会啊。
打的 BOSS 叫做达姆德，毕竟是第一关的 BOSS， 没什么实力。快打旋风里的设定就是他把杰西卡抓走的，并且给哈格尔打电话，威胁哈格尔。因为关卡是重新安排顺序了，所以说你感觉这个改版的难度曲线就不是那么合理。打玻璃，有的玻璃受到攻击之后，它还会翻转，并且是有攻击判定的。第3关的顺序也不一样。本关我就可以考虑利用主要的移动速度来把一部分的敌人带没。当咱们一旦决定要快速移动的时候，就不要回头和停顿了。但是你需要对游戏的版面非常熟悉，因为有些地方是需要清版的，清版之后卷轴才能移动。这种血条长的铁皮人打起来非常的难受，因为我的攻击对他几乎造不成什么伤害。主要的跳踢攻击力还可以，这个铁皮人是上一波的，在这里我已经清了一波小胖子了，他才挂。我刚刚想节省一波体力，结果还是被撞了。早知道会被撞的话，就用这点体力使用2个 AB， 这样的话清铁皮人也会快一点。这里的回血道具带不过去了，非常可惜。刚把血量回满。我身后的桶里边是一个大的回血道具，我要守一波。想对我使用连续技，这招我是不会吃的。但是当年在街机厅，很多时候因为按键并不是那么好用，被打倒地之后用不出来 AB， 然后含恨又投了币。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在街机厅都有这种经历。很多的街机厅在经营不善的时候，他也就懒得去修理这些硬件。主要的收入都依靠那几台麻将机之类的，所以对像咱们这种一般的街机的游戏玩家真的是非常不友好。这里我要快速带一波了，后面的敌人实在是太多了。大概是把2个刀手给带没了，这点还是不错，因为刀手的血量比较多，攻击的手段也比较丰富，近身的平 A， 远程的飞刀，跳跃的突袭，
还有滑铲。4个铁皮人，铁皮人如果有耐心的话，还是好对付。这只铁皮人的血量比较多，我清完别的小兵可以 AB 他。快走！这里敌人超级多。到这里的版面不动了，说明需要清版。有回血的道具就多使用 AB 了。我放 AB 的硬直还被 A 了一下。2个回血道具，这样的话可以用 AB 把这些人清掉了。刀手的起身非常快，如果在角落的话，一个 AB 可以打他2下。这个家伙哪儿冒出来的？我以为清没了呢。又是好多人，既然是满血，咱们就快点跑。这里要 BOSS 战了，这个 BOSS 是阿比盖尔。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壮汉的人设。咱们现在看不见阿比盖尔具体的血量，但其实 AB 打他的伤害还是很高的。他总想蓄力。如果他续好了，我就只好 AB 了。利用一下歪轴，后面血量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 AB 了。游戏的流程比较长，会分2期给大家录制。打完阿比盖尔之后，本期的时间也差不多。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期再见。